华为 Mate 60刚上市 ，Mate X5 又重磅来袭。苹果新机还没上市，华为一周就出品2款新机。据国外媒体预测，华为手机最少让苹果手机销售额减少38%。华为新机上市以来，最火热的世界拆机模式开始上演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华为的 Mate 60？外国人以及外籍华人是如何看待刚上市的华为新机的？率先拿到新机上手体验的用户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近日有网友现身说法，华为手机不仅在北欧信号满格，关键是在10000米高空的飞机上也能拨打卫星电话并连接成功。该乘客拍了一段视频，飞机舷窗外的景象显示，该航班正在云层上巡航。乘客拿出一台华为 Mate 60，尝试打开卫星电话功能。飞机上噪音太大，免提听不清，于是换了蓝牙耳机重新呼叫。1分多钟后接通了，喂，能听到是吧？我在飞机上，在试这个卫星电话。该视频迅速在网络上热传，引来大量网友热议。这个是救命功能，当电话打不出去，这个功能就非常重要，可以救你一命。对喜欢自驾游的来说，这简直是救命的；对需要到高山等无人区作业或者探索的人很有用。一些突发情况，类似上次洪水把北京郊区几个村通讯全部断掉，铁路乘客和家人断联，越野登山出海，这些情况下倒是很有用的。这样不违法吗？后续有记者联系了这位乘客，联系到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正在新疆哈密大海盗的无人区测试手机。这里是戈壁滩和沙漠，全是雅丹地貌，我们一边驾驶一边测试手机卫星电话。卫星电话在越野驾驶时，因为颠簸，并不一定能保证通话的流畅性，只有停下来把手机朝一定的方向才能打电话。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在航班上测试卫星电话时，这位乘客表示，就是想试试大家所关心的问题：飞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下，乘客能否正常联系到亲人？当时接通以后，自己就没有再打。他还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再去飞机上尝试，遵守法律法规。对此，华为终端 BG CTO 李小龙今天回应称，最近有一些用户使用 Mate 60 Pro 的卫星电话功能，在民航飞机飞行阶段通话并录制视频传播，这是违反相关飞行安全规定的。请各位用户切记，在飞机飞行阶段一定要开启飞行模式，遵守各项飞行安全法规。除了在飞机上打卫星电话，还有不少网友把这款手机拿到茫茫大海、深山老林等无人区测试卫星电话。有人乘坐游艇在茫茫大海上测试，手机没有1格信号，在插上了开通卫星电话服务的手机卡后，直接搜索到卫星，电话打通了。有人开车拿着华为 Mate 60 Pro 在海拔3000米的四面环山的地方实测，打通了。还有人在新疆没有信号的草原牧场打通了电话。还有人下到湖北荆门一个叫九龙潭的天坑测试，没有搜到卫星信号，再爬上去，在深山密林里能找到卫星，但连不上信号。后来到了一处相对开阔、四周都是山的地方，找到卫星，连接上了。手机的卫星电话功能也引来民间救援部门的关注，多位从事救援的团队负责人士均发表看法，表示已关注到华为新手机这一功能，后续会考虑配备。华为 Mate 60系列自发售起就被大家花式折磨，除了拆机看芯片，就是硬核测试超可靠玄武架构。短短2周时间，网上已经出现各类花式折磨手机的视频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高处跌落、汽车碾压、砸钉子、动手机， Mate 60都依旧抗造耐用，这点不得不感叹一句，遥遥领先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华为 Mate 60系列首批用户评价高达99%的好评率。华为商城上已经累积了超过2万条评论，大多数用户都给予了5星好评。特别是许多用户提到新手机的屏幕表现优于前一款 Mate 50，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。这种积极的反馈不仅对于华为是一种肯定，也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购买参考。此外，用户还表扬了华为商城的发货速度，多数用户在下单后的第2天就收到了手机。这种高效的物流服务让用户体验更加愉快。而在续航方面， Mate 60 Pro 也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，为用户提供了长时间使用的便利。
在美国一家名为 Quora 的网站上，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大神们，他们用英文书写出自己的知识分享。其中一篇关于华为 Mate 60这个手机的看法，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关注。文章说到，搭载 5G 的麒麟9000的 S 处理器，华为 Mate 60的推出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失败？其中一条高赞回答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。这位回答者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大咖，他在帖子下面回复道：是的，而且是一败涂地。如果华为的芯片得到确定，那么就意味着另一家公司的衰落。这家公司就是高通。高通公司创立于1985年，总部设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。高通2022年的财政主营收入高达442亿美元，35400名员工遍布全球。高通是全球科技的领先创新者，它是全球3G、4G 技术研究的领先企业，涉及到世界上所有的电信设备以及消费的电子设备品牌，是一家非常著名的芯片公司。放眼华为当下，它的 Mate 60创造了众多的世界第一。首先是它的售价，市场售价不到1000美元，这在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中算是非常便宜的。它的 SoC 中有个定制的 GPU， 这就意味着麒麟比 Apple 的 A 系列芯片更加的自主，因为它有一个睿智的 5G 调制解调器，是拥有数千亿资产的苹果手机一直都无法突破的难题，是高通技术上的专利墙。但是华为却做到了。如果华为向国内手机制造商提供该项技术，那么就意味着国内所有手机制造商可以和高通、骁龙说再见了，再不用受他们的气，被他们卡着脖子了。那么接下来肯定就是激烈的价格战。中国制造一旦突破某一项技术壁垒，就会把他们卖到白菜价，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福音，可却是外国资本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华为的 Mate 60在日本被疯抢，他们不惜加价50%，甚至是200%到国内代购，国内卖6499到7999元人民币，而日本的价格已经炒到了折合人民币10000到15000元。他们为什么疯抢华为的 Mate 60？因为它是全球第一部能够支持卫星通话的手机。就连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在电视中庆贺华为 Mate 60问世，并表示以后就用华为手机，有了这款手机再也不怕美国人窃听了。Mate 60手机尤其对于日本人非常有吸引力。日本国家由于地理原因，灾难频发，一旦出现灾情，首先是断水断电，信号中断。如果被埋在废墟中，卫星电话就是他们的救命神器。而外国同行业手机最多只能通过卫星信号添加短信和紧急信号，华为新机就是覆盖各国大农村以及偏僻山区信号盲点的杀手锏。华为的 Mate 60是历史性的创新，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太空通信方面的实力，特别是宽带和设备端的工程。据相关数据显示，华为的 Mate 60预计会卖到5000万台。如果这款 5G 的芯片再被引用到世界各国的低端手机上，美国高通公司会遇到大麻烦，估计离破产也就不远了。最让老美等西方国家崩溃的是，通过拆机发现他们无法制裁华为，因为这款手机所有的零部件和谷歌无关，和台积电无关，和西方任何半导体工具制造商以及设备都无关，跟日韩美的零部件更是毫无关系。1万多个零配件几乎全部都是国内研发制造，放眼世界还有谁？这对于美国的政客来说，无异于是一场噩梦。除了用欺骗和黑客手段，他们再也无法获取华为的发展数据了。不由感叹华为人的气魄、胆识和眼界。在急功近利的商业界，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可是唯有华为的研发费用是最高的，仅2022年的研发经费就高达1615亿元，占营收的25.1%。他们的科技创新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公司带来了发展机遇，更是利国利民，造福社会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有抢到华为新机吗？上手体验如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